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观念，信用卡的数量不用太多，最多2张就够了。一是因为方便管理，信用卡太多的话，需要记住的还款日期也会变多，资金分配的规划也会变得更复杂。二是因为可以把消费都集中在某张卡上，相较于把消费分摊在多张卡上，这样做能在绝对数量上获得最多的刷卡奖励。其实我也非常认同这种观点，我认为对绝大部分观众来说，信用卡数量最多2张就够了。今天的这期影片和大家分享，如果只持有2张卡的话，我会推荐 Capital One 的 Saver 和 Venture X， 2张都是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，这2张卡是互补的关系，是1+1大于2的存在。为什么是 Saver 和 Venture X？ 因为这个组合最具有广泛的适用性，而且持有成本最低。Saver 是一张无年费的信用卡，而 Venture X 是一张银行倒贴钱让我们持有的卡。最重要的是 Capital One 的所有信用卡都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，这就让我们这些税号为 ITIN 的跨国美国信用卡玩家也能发挥这2张卡的优势。先来介绍 Saver， 我在以往的多支影片中都提到过这张卡，因为这张卡的口碑是所有美国信用卡里面最好的之一，所以值得反复介绍。Saver 是一张无年费的信用卡，持有成本为0。关于开卡礼 ，Capital One 会根据我们的美国信用情况决定。如果你的信用历史够长，也就是1年以上，并且你的信用分够高，大概740分以上，那么申请 Saver 就大概率可以获得$200的开卡礼。而在制作影片的时候 ，Saver 的开卡礼是$300，要正式获得开卡礼的门槛也不高，在开卡后的3个月内消费满$500即可。如果你的信用历史长度和信用分都还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一样可以申请这张卡，只是 Capital One 暂时无法给我们开卡礼。无开卡礼版本的 Saver 批卡门槛也非常低，我在获得 ITIN 的2-3个月之后申请 Saver 也获批了。有开卡礼和无开卡礼的 Saver 是一样的，卡片是同一张卡，就是有没有开卡礼的差别而已。关于刷卡奖励 ，Saver 在 Capital One 的 Travel 系统，也就是 Capital One 自家的旅行平台，订酒店和租车的话，有5%的 cashback。注意，买机票是不包括在内的。在超市买东西的话，可以获得3%的 cashback， 全球范围内适用，并且超市的定义很广，有些国家或地区的便利店也会被归类为超市。我在日本的 7-Eleven、Lawson 这些便利店买东西，也被算作是超市的类别，可以拿到3%的 cashback。餐厅的消费也是可以获得3% 的 cashback， 也是全球范围内适用。餐厅的定义也非常广，像是 Starbucks 的消费也被算作在内。娱乐类型的消费以及流媒体订阅类型的消费也是3% 的 cashback， 比如像是买演唱会的门票、体育赛事的门票，这些就是娱乐类型的消费。上述之外的消费类型都是1%的 cashback。超市买东西和餐厅吃饭这2项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大的2项消费，所以如果你问我如果只持有1张信用卡的话应该怎么选，我就会推荐 Saver 这张卡。正如我开头说的那样， Capital One 的所有信用卡都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，所以在海外也可以放心刷卡，就算把卡片添加到电子支付钱包，比如像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，也几乎可以100%正确识别商户的类型，从而拿到对应的刷卡奖励。如果你还没有 Saver 这张卡，卡片的邀请链接我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。下面再来介绍 Venture X， 这张卡是 Capital One 的旗舰卡，也就是最顶级的卡。虽然这张卡在今年早些时候被传出将会阉割机场休息室待人的权益，但是我认为依然没有动摇它作为全美最佳旅行信用卡之一的地位，其实也没有阉割多少。影片稍后我也会再次说明。Venture X 的年费要$395，第一次了解这张卡的朋友不要被它吓到，年费是100%能够回本的，并且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回本。作为一张带有机场休息室权益的信用卡，这张卡的年费和美国运通的白金卡、摩根大通的 Sapphire Reserve 相比也不算太贵。这张卡的开卡礼是75000点的 Capital One 点数。Capital One 点数的名字有点奇特，叫做 Capital One Miles。刚接触美国信用卡的朋友不要把它与航空公司的航空里程相搞混了。75000点的 Capital One Miles价值至少是$750，要正式获得开卡礼的消费要求会比 Saver 要高不少。我们需要在开卡后的3个月内消费满$4000，所以各位在申请这张卡之前，需要评估一下自己是否能够满足 Capital One 的刷卡要求。我的个人建议是，如果是在最近的未来有大额的支出，比如像是交税、买手机或者买电脑的时候，再来申请这张卡。Venture X 在 Capital One Travel 系统里面订酒店和租车有10倍的点数，在 Capital One Travel 订机票的话是5倍点数，其余的一切消费类型都是2倍的点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无论什么类型的消费都有2倍点数的保底收入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，银行自家的旅行系统的价格都会比传统的旅行平台要略贵，但是如果在 Capital One Travel 里面订机票的话 ，Capital One 会提供 Price Drop Protection，也就是降价的保护机制。订机票之后，如果机票在10天之内降价 ，Capital One 会补偿我们上限为$50的旅行消费额度。Capital One 还有 Price Match 价格自动匹配的机制。如果我们在第三方的平台看到的价格比 Capital One Travel 要高，
我们就可以打电话联系 Capital One 的 representative 来匹配第三方平台的价格。而且我自己也有在用 Amex Travel， 我就发现有一些廉价航班在 Amex Travel 里面没有，在 Capital One Travel 里面就有，所以 Capital One Travel 我个人认为还算是好用的。Venture X 的刷卡奖励是点数， Saver 的刷卡奖励是现金回馈，两者是不一样的。信用卡点数可以转点为酒店的积分或者航空里程，而现金回馈就不行，现金回馈只能用来抵扣信用卡账单。刚刚提到 Venture X 年费回本的问题， Venture X 每年都会提供300美元的 Capital One Travel 的报销额度，只要我们使用 Venture X 在 Capital One Travel 系统里面订机票、订酒店、租车都能用得上，要找到和传统平台一样的价格也不难，所以这300美元的使用成本并不高。Capital One 每年还会再提供1万 miles 的奖励，1万 miles 价值至少是100美元，所以300加100，每年 Venture X 都会提供400美元的奖励给我们，相当于 Capital One 每年都要倒贴我们5美元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这张卡叫做付年费卡。至于机场休息室的权益，有了 Venture X 之后，我们可以进入全美国所有的 Capital One 自营的休息室，已经免费获得一张 Priority Pass。目前 Capital One 自营的休息室还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它的 Priority Pass 的休息室。另外，每4年还会提供120美元的 TSA PreCheck 或者是 Global Entry 的报销额度，让你回美国的时候可以快速通关以及快速过安检。不过这一项只对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的持有人适用。当我们同时持有了 Saver 和 Venture X 之后， Saver 的 Cashback 就可以转化为 Capital One Miles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在餐厅吃饭、超市买东西以及日常的其他各类消费都可以获得大量的 Capital One Miles。这样1年下来，我们就可以积累到大量的点数，可以用来换免费的住宿或者是免费的机票。两张卡的主要特点我已经介绍完了，为什么我会认为 Saver 和 Venture X 是最佳组合，而不是 Saver 和 Venture？ 我也一直在思考 Venture 和 Venture X 哪张卡更适合大部分美国信用卡玩家，特别是 ITIN 玩家。我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是 Venture X。Venture 和 Venture X 年费相差300美元，但是 Venture X 多出来的这300美元是直接变成 Capital One Travel 的报销额度，重新发放给我们。如果你有经常订酒店和买国际航班的需求，那么这300美元的报销额度和300美元的现金的价值是一样的。另一个方面， Venture 的长期持有成本也会比 Venture X 高很多。我们在拿了卡片的开卡礼之后，必须要靠着拿刷卡奖励才能回本，回本的难度变得非常大。最后顺带一提 Venture X 权益缩水的问题， Venture X 将会在明年对免费带人进入机场休息室的权益进行调整。2026年的2月份开始，主卡的持卡人不能再无条件免费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自营的休息室和 Priority Pass 的休息室。机场休息室仅限于主卡持卡人本人使用，主卡持卡人如果要带人进入机场休息室的话， Capital One 自营的休息室每带1个人就要支付45美元， Priority Pass 的休息室的话就是35美元。如果想要免费带人进入休息室的话，要满足的条件是使用 Venture X 在每个自然年消费满75000美元，是75000美元，不是7500美元。这个条件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是高不可攀的。 Venture X 只是砍了无条件免费带人进入休息室的权益，其他权益并没有任何改变。 Venture X 依然是一张付年费卡。坦白讲，我目前还没有 Venture X 这张卡，我个人打算是在明年年初，或者是 Venture X 再次提供限时的高额开卡礼的时候，我再来申请这张卡。如果观众朋友是在未来看到这支影片，并且当我已经成功申请到这张卡，我会把我的邀请链接放在影片的描述栏内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。